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励志欧洲生活的频道。上次聊到奥地利的所得税率和税后时拿的薪水，每个月薪资单都会有一栏社会保险的扣除额。那今天就来详细介绍奥地利的社会保险包含了哪些。以上次举的例子来说，月薪3000欧，那第二行的社会保险就缴了543.6欧元。那这个费用呢？统一由健康保险局收集，然后再转交像劳保局之类的政府机关。月薪要超过500.91欧，相当于台币16530元台币，才需要缴这笔费用。那跟台湾一样，也有个最高的投保金额。那月薪达到5850欧元，相当于台币的193000元。在这两个金额的范围内，每个月的薪水会扣除约18.12%，这是上班族自付额的比例。那公司呢，要替员工负担的部分，则为员工薪水的22%。那社会保险的内容包含了健保，那支付额为3.87%，还有养老保险，那这个很高，高达10.25%。那还有失业保险的部分为3%。那另外呢，还有底下看到一个劳工商会0.5%，也就是俗称的劳工工会，每年呢会去协商最低的工资，还有工作时间、调薪幅度等内容。我个人就觉得金属工会比电子工程工会强很多，每年调薪幅度，金属工会都调得比电子工会高很多。以去年来说，2022年金属工会争取到调薪7.44%，而电子工程工会才争取到4%再多一点点。那这个是员工每个月健保自付额的金额，以月薪3000欧为例，每个月要缴116欧元到健保。说完奥地利的薪资单，来看一下台湾的吧。台湾的薪资单会分开扣，可以看到劳保跟健保两条。那台湾劳保今年2023年的费率调整为12%，那负担的比例呢是雇主70%，劳工20%，以及政府10%。台湾劳保的最高投保金额为45800，那劳工保险的负担金额公式为月投保薪资乘上12%，再乘上20%是劳工自己负担的比例。也就是说，月投保薪资乘上2.4%是劳工自付额的比例。那相较于奥地利来说，我们自付额是13.25%，其中就是包含了失业和养老保险，真的是非常的高啊。那台湾的健保呢，雇主是付了60%，劳工自付额30%，以及政府负担10%的保险费。那健保的最高投保金额呢是2195000元。那试算的公式呢，就是月投保薪资乘上5.17%，再乘上30%是劳工自付的比例。也就是说，每个月的月投保金额乘上1.55%是台湾劳工自付的健保金额。那相较于奥地利的话是3.87%。说了这么多，有没有比较简单明了的方式啊？因为奥地利的社会保险金额比较简单粗暴，就直接用税前金额乘上一个比例就可以试算出来了。那台湾的部分比较复杂，有分很多的集聚，所以我整理这张表格，不敢说是完全正确，但是就以我有限的了解所做出来的估算，给大家做参考。我们一样用月薪3000欧元来计算，第一栏以欧元计价，那第二栏则以汇率1:33换算成台币。所以在奥地利要缴交的健保、失业金、养老保险和所得税，最后呢则为实拿69000元台币。那右边蓝色这一栏则为收入一样是99000台币，如果在台湾工作要缴的健保、劳保、劳退和所得税。
那在台湾最后实拿呢，则为87000元台币，所以每个月会相差大约17000元。虽然奥地利的税率很高，实拿薪水感觉上少很多，但是它的社会福利真的蛮不错的。首先来看一下健保吧。那奥地利跟台湾一样有全民健保，虽然劳工支付额的比例跟台湾来比的话是高出1倍，但是它包含的东西更广。举例来说，每个医生所开的处方签，不管单价多高，都是统一金额6.5欧，也就是台币215元。另外也不需要挂号费。那公立医院的手术呢，也没有自费项目。如果住院的话，医院还包3餐，那每餐呢有2到3个 menu 可以选。公立医院的健保房大概是3到4人一房，那就依各家医院而异。那住院1天包3餐包手术，这样子1天只要11.18欧，大约是370台币。另外像孩童半夜医院急诊的话，也是免费的。除此之外，奥地利的全民健保也有包牙医。那如果是跟健保有签约的牙医的话，它还有包基本的蛀牙或是补牙，还有牙齿的检查都是免费的。但洗牙的话，大部分都是要自费。其他的话，像母婴检查或是健康预防检查，还有病假工资，还有生小孩，这个全民健保都有部分的补贴。最后来比较一下退休金。假设的状况是40岁之后才开始工作，月薪为3000欧，而且永不调薪的状况下，在奥地利呢，新制是65岁之后才能领退休金，那税前的金额是1303元，税后的退休金为1237欧元，换成台币就是40800元。那台湾的退休金试算条件跟上面一样，至65岁退休，那可以领2笔金额。第一个为老年年金，有2个计算公式，由劳保局择优给付。这个也是根据我有限的了解下计算出来做参考用的，不敢说是完全正确。那因为台湾劳保的最高投保金额为45800，所以试算出来40岁才开始工作，而且每年都没有调薪的状况下，退休可以领到17747，也就是17700元台币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笔劳保退休金，这边以月领来计算，所以根据这个网站的结果，可以领到7600台币，所以总计可以拿到25000台币的一个退休金跟老人津贴。总而言之，就是缴得多，领的就比较多。所谓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嘛。那下一集呢，将继续介绍奥地利其他的社会福利。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麻烦支持订阅，救救那少得可怜的订阅数吧。因为 YouTube 后台看不到订阅者的名称是匿名的，就麻烦勇敢给我匿名的支持吧。希望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